林麦香，你赶紧把中间那块地给我腾出来。桂兰嫂，中间那块不能动，我家20多亩玉米等着晒，再不摊开就闷坏了。那块是满仓叔家的湿粮，刚翻薄，你这一车压上去，底下透不了气儿，两家粮都要起热。你少扯，凭啥别人家能晒，我家就得等？我家的粮就不是粮了？桂兰，麦香说的对，这湿粮压不得，新玉米更不能堆厚。满层叔，你家的粮占着中间最好地方，你当然帮着他说话。怎么，我家的就该往边上挤？这不是挤不挤的事儿。你看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咱这粮食得按湿度排晾晒的顺序。按湿度排？谁排的？他林麦香排的。眼瞅着下雨，他才赶过来。哎，别说了，赶紧摊粮吧。你以为我不想赶紧摊吗？可他不让。咱这晒粮场可是村里的，又不是他林麦香家的，凭啥再说哪家到哪儿，哪家就得到哪儿？这堆粮底下已经有热气了，要是再压一层，今晚肯定得闷。可拉倒吧！你天天就是这套话，这个不能压，那个不能晒的。林麦香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帮大家看场子，还是拿着鸡毛当意见？桂兰婶儿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麦香姐这几年看着村里的晒粮场，一直没少帮大家的忙。她是帮大家，我没说她不帮，可帮忙也得有个度吧，不能帮着帮着就真把自己当晒场主了。桂兰嫂，你说我是场主？你自己看看，钥匙在你手里，雨布在哪儿，在你腰上，竹耙谁用你安排，村主任都没你管的细。别扯那些没用的，我今天就问一句，这晒粮场是不是村里的？是。村里的地，我能不能晒？能。那你凭啥拦我？我拦你是怕你家的粮坏掉。我家粮坏了，我自己认。你现在说自己认，等到时候粮真的坏了，你第一个还得来找我。林麦香，你这话说的就过了。你帮过大家，大家心里也记着，可乡里乡亲的，帮个忙还要天天挂嘴上。大家真的记着吗？前年7月26夜里11点半，雨下的比今天还急。你家玉米铺在东边，家里没人来收，是谁披着雨布出来帮你把那一片粮盖住的？那都过去多久了？去年8月初9，你儿子回不来，收购车到了没人装粮，是谁给你打电话喊秋生他们帮你装鲜的？这事儿我记得，那天装到天黑。今年第一车玉米，你家粮袋破了6个，是谁拿自家的麻绳和针线给你补的？我不是想让你谢我，我只是想问一句，桂兰嫂，这些事儿在你眼里是不是都不算事儿？咱乡下人过日子，谁还没帮过谁？你要是觉得委屈，当初可以不帮。咋回事？这马上就要下雨了，怎么还吵起来了？大河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说说，这晒粮场是不是村里的？是村里的。凭啥呢？村里的晒场，凭啥他林麦香说了算？20多亩玉米，他不让我到中间，非让我往西边靠沟那块地去。麦香，西边那块还能晒吗？能晒，但要先清沟。西边外溪该堵了2处，雨一下，水就漫上来。桂南嫂，这车新玉米不能直接倒在那儿，得先把沟通开，再摊薄。你看他又来了，听着倒是挺专业，可我问一句，谁给他这个权了？桂兰，麦香也是为了粮好。那他也不能把大家都管住吧？这几年他拿着钥匙，谁家粮往哪儿倒都得听他的。现在我就想晒个粮，还得看他脸色。大河哥，你也觉得我管得多吗？麦香，村里知道你辛苦，只是现在天要下雨，大家都急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咱先把粮保住。又是先把粮保住。大哥这3年，每次有人跟我争，我也都这么劝自己，要先把粮保住。下雨了，先把粮保住；收购车来了，先把粮保住；老人家没人帮，先把粮保住；有人说话不好听，也先把粮保住。可到今天我才明白，我把所有人的粮都保住了，却没有人保我。林麦香，你别把话说的这么重，大家又没亏待你。桂兰婶儿，麦香姐这3年没收过大家1分钱，她也没说要收啊。她没说，不代表她不累。谁不累？庄稼人哪个不累？秋生，别说了。你还真记账？前年7月，雨布坏了2块，我自己买的。去年8月，竹茬断了3把，我找人修的。手电电池、麻绳、塑料布、补粮袋的针线都在这儿。这连半夜巡场都记着。去年我家那车粮推迟2小时装车，也是麦香帮忙联系的。我以为这些东西都是村里买的。这本账我本来没想拿出来，拿出来又能咋样？你要大家还钱？不要。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，这个晒粮场不是靠一句乡里乡亲就能自己转起来的。
大河，不能再耽误了，真要下雨了。对，先顾粮，麦香，你先安排一下，等这场雨过了，村里开会，咱们好好说。大河哥，如果我今天安排了，这事儿就又说不清了。今天下雨，你们让我先安排；明天抢收，你们让我先安排；后天采购车进村，你们还是让我先安排。然后等这一季过去，大家又会觉得晒粮场本来就该我管。那你到底想咋样？现在雨快来了，你不能拿全村粮食赌气吧？我不是赌气，不是赌气，那你现在就安排啊！我可以安排一次，可我不能安排一辈子。谁让你安排一辈子了？你们。每次你们说麦香帮一下，就是让我安排；每次你们说麦香你反正在，就是让我安排；每次出了问题，第一时间找我，也是让我安排。李麦香，你干啥？大河哥，晒粮场是村里的，钥匙还给村里。麦香，你别冲动。我想清楚了，这场雨马上来了，场上这么多粮，你现在走，大家怎么办？以前我也总是这么问自己，大家怎么办？所以我一次次留下。可我今天想问一句，我怎么办？你这话说的，我们也没让你咋样。桂兰嫂，你刚才说的对，当初没人逼我管，是我自己愿意，所以现在也没人能逼我继续管。你真不管了？不管了。麦香，叔知道你委屈，可这粮食……满仓叔，你那堆粮我刚才摸过了，先别再堆厚。雨布要盖，但不能贴死，中间留缝。秋生，棚子后面有2把铁锹，西边排水沟堵了2处，要先通沟。麦香姐，你既然都知道，咋不留下？因为我留下了，你们就永远学不会。麦香有话好好说，你先别走。今天算我求你，先把这场雨过去。大河哥，村里不该求我，该立规矩。那该咋办？谁家的粮，谁自己负责。公共雨布，村里统一买，场地分区，按登记来。老人户、外出户，村里统一安排人帮，能出力的出力，出不了力的按规矩交一点服务费，这叫互助，不叫白用一个人。这些话我以前不敢说，怕大家觉得我算计，怕大家说我变了。可今天我明白了，我不说规矩，别人就会把我的心软当成应该。那你说完了，现在能不能先帮我家粮安排了？桂兰嫂，你刚才不是说你家粮出了问题自己认吗？那今天就从你家开始学会自己认。下雨了！哎呀，真下了！雨布呢？雨布在哪儿？快点啊！我这一车玉米还没卸呢！先盖湿粮，先盖中间这条。我家的也是，先盖我家的。别抢雨布，你踩到我家粮了。西边沟堵了，得先通沟。别抢，一块一块盖，先盖湿的。麦香姐，你真不管了？秋生，我不是不管粮，我是不能再让大家觉得没规矩也能过得去。林麦香，你就真这么走了？桂南嫂，刚才你说少了我，清河村也能晒粮，那今天就让村里试试。先别乱，听我说，西边水漫上来了，铁锹呢？谁拿铁锹了？我家的玉米线到哪儿？南香叔，你快给我看看。桂南，咋了？我家粮咋了？你这车玉米芽又开始淋雨，底下已经有霉味了。那咋办？现在得赶紧摊薄，还得通沟。要是再闷一夜，收购商一摸粮温，肯定压价。你现在说自己认，真出了问题，你还得来找我，是怕你家的粮坏掉。原来那不是拿话压我，那是提醒我。这3年，我们不是多了一个热心人，我们是把整个晒粮场的责任都挂在了一个女人的腰上。他真不回来了？人心凉了，比粮堆起热还难办。麦香，是不是下雨了？你咋回来了？娘，下雨了。账本咋拿回来了？娘，我把晒粮场的钥匙还了。还了好，人帮人是情分，可情分不能把一个人熬空，心里还惦记，那咋不去？我要是现在去了，他们以后还是不会懂，那就让他们懂一回。
桂兰婶儿，别堆了，先摊开。秋生，你说我刚才是不是话说重了？麦香姐这几年确实不容易。麦香，谁把干粮盖上了？湿粮还晾着呢。我哪知道哪堆是湿粮？以前不都是麦香分的吗？秋生，你快帮我看看，我这车粮往哪儿摊？桂兰婶儿，先别到中间，西边沟还没通完，倒过去就泡水。那我到哪儿？车上闷着更不行了。这底下已经闷出味儿了。满仓叔，你别吓我。我吓你干啥？粮这东西不会说假话，你自己闻。咋会这样？刚从地里拉回来还好好的。你车装的太满，压的太厚，又赶上雨。刚才麦香让你先摊饱，你不听。那现在咋办？大河，得腾一块干净地方先给它摊开，再晚一会儿，这车粮底下全起热。哪儿还能腾？不能腾我家这边，我家已经摊开了，刚盖好。我家那堆刚翻过，也不能动。那我家咋办？我这一车粮不能就这么闷着呀。刚才麦香让你往西边摊，你不是不愿意吗？现在说这个有啥用？那现在谁家也不宽裕啊！你家粮是粮，我们家也是粮，都别吵，先想办法。把东南角那片拌凉菜先往棚下挪一点，腾出2米。桂兰家的新玉米先摊薄，别堆厚。东南角是我家的，凭啥先挪？问题不大。你家那堆已经拌干了，那啤酒继续闷着，晚上就麻烦了。我不懂这些，我只知道我家刚盖好。老周，先帮一把。桂南家确实急，村主任，你说帮一把我没意见。可这事儿以前都是麦香安排，他知道哪家能挪，哪家不能挪。现在你让我们挪，出了问题算谁的？他平时那句先挪东边不动西边，原来从来不是随口说的。主任，沟通了。桂兰，把车推到西边先摊。过来搭把手。桂兰姐，不能直接倒，得一点点摊。一点点摊能摊到啥时候？雨还下着呢。麦香姐刚才就是这么说的。薄点儿，再薄点儿。满仓叔，以前麦香一个人咋忙过来的？他不是一个人忙过来的，他是把该喊的人都喊到了，把该干的活都分清了。可要把人喊到，把活分清，得有人扶他。这晒粮场看着是一片水泥地，其实里面全是门道。麦香，面要糊了。娘，我知道。是不是乱了？应该乱了。你能听出来？刚才那声喊是西边排水沟堵了，再不通，水就会往低处漫。那你还坐得住？这本子写了多少年？3年。村里人看过吗？今天才看见。那就让他们多想一会儿。娘，我是不是太狠了？你不狠，你只是累了。可粮要是真坏了，我心里过不去。麦香，啥叫帮人？你帮到人家学会才叫帮，你帮到人家离不开你，那你这辈子都别想歇。娘，吃面。你也吃。麦香姐，谁呀？是秋生。西边沟通了。通了。桂兰嫂的玉米摊开了，摊了一半。中间满仓叔那堆湿粮，雨布盖死没有？盖得有点紧。盖太死，热气散不出去，要把雨布两边垫起来，留缝。我知道，我马上回去弄。还有事儿？麦香姐，主任让我来问你能不能回去一趟。是主任让你来的，还是桂兰婶让你来的？主任让我来的，桂兰婶她也急。她说啥了？她没说啥，就是一直问她家粮还能不能保住。那你回去告诉大河哥，按我刚才说的办。麦香姐，现在场上没人镇得住，那就让大河哥镇。主任他不知道哪堆粮晒了多久，他可以问。大家都乱了，那就让大家按顺序来，不要抢雨布，不要抢地，先湿粮，再老人户，再新玉米，谁家的粮谁站旁边，自己认清楚。麦香姐，你就真不能回去？秋生，我现在回去还是我一个人撑，你回去告诉他们，今天我不去，但我会把办法告诉你。真的？你看，中间这一片是满仓叔的湿粮，雨布两边垫竹竿，不能贴死。西边低，排水沟通了以后，桂兰手的新玉米摊成2指厚，不许再堆。东打角那片半干粮先收边，
别让雨水从边上渗进去。棚子底下的位置留给老人户的袋装粮，其他人别往里塞。麦香姐，我记住了。不是你一个人记，让大和哥照着念，让每家派一个人站到自家粮边上，谁家的粮谁看，别再全挤到雨布小屋。行。秋生，告诉大和哥，今晚不能只守到雨停，雨停后还要摸粮温，尤其是桂兰嫂那车，半夜必须翻一次。我记下了。你还是帮了，我不是帮他们偷懒，我是让他们学着自己管。主任，麦香姐给办法了。他人呢？他不来。他不来？麦香姐说她今天不来，但她把怎么做画下来了。行，就照这个办。都别抢了，每家派一个人站到自家粮边上。那我家的咋办？先报你家粮在哪一片？东南角。东南角半两角，先收边，别让雨水渗进去。老周，你自己带2个人收边。好。满仓叔，中间施粮，雨布不能盖死。我来垫竹竿。秋生，西边桂兰家的新玉米摊薄，2指后不许堆，其他人别挤进去。明白。老人户的袋装粮全往棚下挪。桂兰婶儿，别堆，摊薄。我知道。这么薄，真能保住？麦香姐说，今晚半夜还得翻一次。半夜？嗯。秋生，他真说我家这车半夜要翻？嗯。他说，尤其是你家这车压得厚，得摸温。还行，没到坏的程度。后半夜一定得翻，看粮温。要翻多久？手摸着不闷了才行。那得几个人？以前麦香一个人就干了。秋生，麦香在家咋说的？他说今天不回来，他还说他现在回来，大家以后还是学不会。他这是对村里寒心了。主任，不是寒心1、2天了。各家都别走，今晚这场粮还没完。雨都停了，还要干啥？雨停了才是关键。粮受了潮，底下会起热，那咋办？麦香说了，今晚每2个小时摸一次粮温，湿粮半夜翻一次。新玉米尤其要看住。这也太麻烦了。以前这些麻烦都是麦香姐一个人麻烦。我守，半夜翻，我自己家的粮我自己守，不就是半夜翻吗？我翻。你一个人翻不完。爸，翻不完就慢慢翻。我陪你守前半夜。满仓叔，不是帮你一个人，是看着粮，别再出事儿。谢谢。今晚先这样，每户留1个人，轮流看粮。老人户没人来的，村里安排年轻人帮着看。那以后呢？明天上午村里开会。开什么会？开晒粮场的规矩会。还没散。没散？你咋知道？手电光还在动，应该是在摸粮温。那他们学的还不算太慢。谁？麦香，是我。谁呀？桂兰嫂。桂兰嫂，有事儿吗？满仓叔说，我家这车粮今晚得翻。他说要摸粮温，还要闻味儿。对，我不会。麦香，我不是来让你回去替我干，我就是想问问这粮温到底咋摸。桂兰嫂，你刚才不是说出了问题你自己认吗？我就是想学着认。如果只是潮，是凉的，要是闷起来，手心会觉得发热，还有一股酸闷味儿。酸闷味儿，闻到这个味儿就不能再堆，摊开翻薄，风能过。雨布呢？不能直接贴凉面，用竹竿或者木棍垫起来，两边留缝。麦香，今天我说的不好，我不是来让你原谅，我今天才知道，这场子真不是站在那儿看着就行。桂兰嫂，粮食不会因为谁嘴硬就不出问题。我知道了，回去吧。半夜12点翻一次，2点再摸一遍。要是手心还是热，就别核堆。好。麦香，你明天会去开会吗？看村里开什么会。我知道了。他这是服软了？还不算。那算啥？算他开始知道粮要自己守了。满仓叔，底下真是热的。那就翻。翻。还热？还热？不是都摊开了吗？上头摊开了，
底下那股热不一定立刻散，继续翻，翻到凉下来为止。满仓叔，之前要是听麦香的，是不是就不用这么折腾了？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尤其是粮食这东西，听话就少受罪。桂兰婶儿，我帮你照着。不用，你照着我也得翻。麦香说了，谁家的粮谁自己守，他说的对。主任，我家那片边上淋湿了，明天收购商要是压价，这算谁的？先别说算谁，明天晒开再看。以前麦香在的时候哪有这种事儿？大河，明天你真要开会？开。麦香来不来？我去请。不是请他回来白干吧？我昨晚想明白了，要是还让他像以前那样管，他肯定不会回来了。他也不该那样回来了。不那样回，那咋回？难不成真搞收费？老周，你家昨晚也守了半夜，你觉得这活轻松？我以前也觉得轻松，现在不这么觉得了。天亮以后，村委会开会，谁家的粮在场上，谁都来。不来呢？不来，以后出事就别怪别人没提醒。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为了晒粮场的事儿。主任，昨晚我家粮边上淋湿了，这事儿是不是得先说？但更要说以后咋办？以后不还是晒粮吗？以前咋晒，以后咋晒呗。以前是麦香姐替大家管着，她愿意管，大家也没拦着。这话不对，以前我也这么想，觉得麦香自己愿意，咱们就是顺手让她帮帮。可昨晚我守了半夜粮，我才知道那不是顺手。桂南，你咋还替她说上话了？我不是替昨晚那说碗办法，我家那车粮真就坏在我自己嘴硬上。我不是替谁说话，我是说粮。昨晚我家那车玉米，要不是他提前教秋生咋弄，底下就真闷坏了。所以今天开会，不是为了让麦香回来继续白干，是要把晒粮场的规矩立起来。啥规矩？第一，晒粮场分区登记，谁家的粮在哪儿，湿度咋样，啥时候翻过，都写清楚。第二，公共雨布、竹耙、铁锹、手电这些东西，不能再让个人垫钱，村里统一买，账目公开。第三，秋收期间每户出一个人轮值，老人户、外出户出不了人的，由互助组统一安排帮工。第四，谁要是实在出不了力，就按规矩交一点。还要服务，还要交钱，还真要收钱啊！这个就是服务费，用来请人干活。咱村晒了多少年粮，也没听说晒粮还要交钱。主任，立规矩我不反对，可一提钱就变味儿了。不是一提钱就变味儿，是以前有人替大家把钱垫了。麦香，麦香，你来了。我来不是接钥匙的，我来是把以前的账说清楚。你要大家还钱？不要，这3年雨布、麻绳、电池、竹耙、补袋子的针线，我自己垫了一些。村里签的地牒让我别给追，但没有制度，记不清楚。但以后的账必须明明白白。晒粮场是村里的，不是我林麦香一个人。谁家的粮谁负责，公共的东西大家出，困难户大家帮，这叫互助。可让一个人白干3年，不叫互助。麦香说的对。主任，收购车来了。不是说下午到吗？薛老板提前来了，说昨晚下过雨，今天要先看粮。他还说，要是湿度不行，价钱得压价。我家边上昨晚淋湿了。别看我，先看登记本。谁家的粮昨晚翻过、摸过，晾在哪一片，先照登记说。昨晚下雨了吧？下了，不过大家都盖了雨布。盖是盖了，可粮这东西，一上潮就不好说。薛老板，你啥意思？我得先看货，要是湿度高，就按湿粮价收。那我家的这车不太行啊。不太行是啥意思？有潮味儿。昨晚是不是淋了？淋是淋了一点，可后半夜翻了3遍。我只看粮。那我家的呢？这样吧，今天清河村这批粮，我统一按第一档收。统一第一档，我家的没咋淋啊！我家昨晚盖的凭啥跟着跌？薛老板，你这不合适吧？你们场上昨晚都乱成那样了，我咋知道哪家好哪家差？混在一起收，我只能按风险价。麦香，你说句话呀！我说啥？你以前不是最会跟收购商说吗？麦香，我家那车昨晚翻了，你教秋生的法子我照着做了，不能全按湿粮价啊！你确定翻了3遍？确定，12点一次，2点一次，天亮前又翻了一次，满仓叔都看见了。他确实翻了。薛老板，赵桂兰家这车昨晚有记录，也有人证，不能跟没翻过的粮混着按一个价。雨布有没有贴死？没有，用竹竿垫起来了。排水沟呢？通了。薛老板，你要按粮看可以，但不能整场一刀切，
你是谁？这是我们村以前管晒粮场的林麦香。我知道你，以前强河村粮收上来干净，袋子也齐。那今天也一样按粮分。咋分？你们昨晚下雨，场上又没登记。大河哥在，图上有分区，登记本上有时辰，哪家翻了哪家没翻，一页一页对。这上面标了4片，中间湿粮，西边新玉米，东南半干粮，棚下袋装粮，但后半小抄3遍摊薄处理过，不能按最差收。这片只是边角淋湿，主体没问题。老人户袋装粮没淋，不能跟场地粮混价。你可以一片一片验，但不能把好粮、半湿粮、袋装粮全算成一个价。你说分就分？你可以摸，可以闻，也可以现场称水分。没有工具，就按你平常收粮的老办法，哪堆啥品质，就按哪堆价。我也可以作证。我家翻粮，满仓叔和秋生都看见了。我照着麦香姐的图安排的，每片怎么处理我都记了。这片低半档，这片按正常价，但边角单挑出来。行，这批没事儿，正常价。麦香，刚才我话说急了。没事儿，都是为了大家的粮食。今天这粮能收，但以后你们村最好有登记，不然我也怕说不清。大河哥，听见了吗？不是我一个人要规矩，收粮的人也要规矩。听见了。我家的粮呢？我家那8袋玉米，昨晚不是挪到棚下了吗？咋少了2袋？少了2袋？那是我儿子寄钱回来让我请人掰的，咋少了？我一共8袋，袋口上系的是红布条，我早上数过，咋就剩6袋了？王婶儿，别急，肯定还在场上，咱们找。昨晚那么乱，会不会被挪到别处了？挪到哪儿也该说一声啊！我腿脚不好，就这几袋粮。王婶儿，你别急，我帮你找。大家先别装车，帮王婶儿找粮。你们先弄清楚，我车不能等太久。马上。昨晚谁负责挪老人户袋装粮？我和大壮，还有老周家的二小子。大壮呢？我在这儿。王婶子的8袋粮最开始放在哪儿？东边靠棚柱那儿。谁挪的？我挪了4袋，二小子挪了2袋，秋生挪2袋。你那2袋放哪儿了？放这边了。这儿。你那4袋呢？二小子挪的那2袋最后放哪儿了？二小子呢？二小子，过来！爹，咋了？昨晚王婶子2袋粮，你挪哪儿了？王婶子的，我不是太乱了。袋口有没有红布条？好像有。对，就是红布条。当时棚下挤不进去，我就先放到西边木架上了。挪完放哪儿？这儿有红布条。找着了。找着就好。今天是找着了，要是没找着呢？昨晚要是有登记，谁挪的挪到哪儿几袋，写一笔。今天王婶子就不用急成这样。麦香说的对，我年纪大了，真经不起吓。今天开始，袋装粮必须编号，编号就编号。昨晚是真乱。秋生，你会写牌子吗？会。找硬纸板写4个区，东区、西区、中区、棚区，每户粮袋编号几袋，谁经手写清楚。我去拿纸板。我去拿红绳，给袋子扎号。看我干啥？昨晚要不是没规矩，王婶也不用这么着急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不是麦香事儿多，是这个晒粮场真得有规矩。没错，我认。你们要是能分区编号，我以后来收粮也省事儿。谁家啥品质，一看就清楚。那就这么定。今天先把登记牌立起来。光立牌还不够，还要啥？要有人记账。麦香，你愿不愿意？大河哥，我可以交，但不能再默认是我一个人。对，不是你一个人。那谁记？轮着记。记账还能轮儿？能。不会的学，看不清字儿的找家里年轻人帮。谁家的粮，谁自己先报清楚。记账的人只负责登记，不替你担责任。这样好，清楚。我先记，我会写表。你不能一直记，你一直记就变成第2个我。那就排班，每户轮值，每班2个人，一个看场，一个登记。不会写的搭配会写的。麦香，你说咋扎号？绳子绕2圈，别系死，怕解不开。
纸片写户名和代数，挂在袋口。这样行吗？行，那我接着扎。桂兰，你昨天还不服卖香馆，今天学的比谁都快。艺多不压身，学会了以后少吃亏嘛。通知，各家晒粮户注意，下午可能还有阵雨，请及时做好防雨准备。登记牌必须中午前立起来，立。轮值表也必须中午前排出来。那就别站着了，干吧。左边写分区，右边写户名，中间写代数和处理情况。各家按区报数，先编号再装车。下午有雨，都别乱。处理情况写啥？湿粮、半干、新粮待装，翻过几次也写。我家的写啥？西区新粮，昨夜受潮，已翻3次，中午再翻1次。秋生写上，别漏了。桂兰婶儿，现在你比谁都怕漏掉。那当然啦，要是漏了，那吃亏的可是我。麦香，你看看这些竹竿够不够垫雨布？不够，还差点。还差多少？至少再来10根。下午要是下雨，雨布不能贴梁，竹竿不够，就去旧仓库拆几根废木条。我去。拆之前要不要跟主任说一声？说了，我同意。拆下来的记账算公共物料，旧仓库废木木条10根，老周领取，用于撑雨布。行，现在啥都得开始记了。因为这不是为了麻烦，而是为了以后大家不扯皮。对，你看这牌子一挂，我就知道哪袋是我的了。早该这样，咱们眼神不好，昨晚真是吓人。主任，轮值表咋排？我今天下午还要去地里掰玉米。是啊，我家地里也有活，离不开人。要不还是让麦香统一看着，咱们给点费用吧。就算是给费用，也不是让我一个人看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懂这个，大家听你的。错，大家要听规矩的，而不是听我。麦香说的对，互助不是雇一个人把所有事儿包了。那服务费到底咋算？先算物料，村里现有雨布几块？能用的12块，破了2块。竹茬呢？7把，断了1把。手电，村里有3把，昨晚2把电不够。那就先买雨布、手电、电池、麻绳、纸牌。钱不进个人口袋，账贴墙上。那人工呢？能轮值的不收人工，不能出人的交帮费，由互助社安排人替你值。老人户、困难户可以减免，这个由村里公示。那谁管钱？村委会出纳管。咋了？不能只让一个人管，要把钱、账、物分开。这个对，一个人管钱，一个人记账，一个人管物料，月底对1次。行，可以。好家伙，这账算的比我家过日子还细。粮食是大家1年的收入，细点不吃亏。对，我愿意轮第1班。昨晚我家粮差点出事，我知道厉害。下午要是下雨，我先守西区。那我跟桂拿婶1班，我负责登记。第1班先这样记，行。看场的人守粮，登记的人记事，谁也别替谁糊弄。麦香，你觉得呢？可以，但每班至少2个人，一个不能离开粮区，一个负责登记和通知。那我第2班吧。老周，你不是下午要去地里？晚点去。昨晚我家粮差点说不清，今天不能再乱。我不交钱，也不轮值。我家就3袋玉米，占不了多大地方，凭啥跟大家一样出钱出人？二顺，这是公共晒场。我知道是公共晒场，公共的不就是大家都能用吗？我又没让谁替我看。你家3袋玉米昨晚放哪儿了？棚边。谁帮你挪到棚下的？昨晚我挪的。雨布谁盖的？我顺手盖的。二顺，你听到了吗？你说没让谁替你看，可你的粮已经被别人看过了。那我也没求你们。二顺，这话我昨天也说过，后来我翻了1夜粮。二顺，你家粮少可以少出，也可以少排班，但不能一点责任不担。通知！县气象站提醒，午后2点到4点，清河区强降雨，请河村及时做好防范。还有3个小时，这次不是我一个人的考验，是清河村自己的考验。我话放这儿，我家就3袋玉米，占不了多大地方，我不轮值，也不交钱。二顺，这是大家的晒粮场，大家的晒粮场大家都能用，我没说不让别人用吧？你这不是不让别人用，你这是只想用不想担事儿。老周，你家粮多，你当然愿意轮值，我家就3袋，凭啥跟你家一样？凭啥跟你家一样？二顺，你家粮少可以少出力，可不能一点不出。桂南嫂，你昨晚吃了亏，现在看谁都像占便宜。我昨晚确实吃亏了，吃亏就吃在我以为别人帮我是应该的。我昨天也说过，没人逼麦香管，是他自己愿意。
可昨晚我翻了半夜粮，我才知道那话不中听。那是你家粮多，粮多粮少都一样。你那3代昨晚要不是秋生挪到棚下，老周顺手盖了雨布，现在也得。他们愿意顺手，我也没拦着。你不愿轮值，不愿登记，不愿交公共物料费，可以。那你家的粮就单独放，不进户主登记，不用公共雨布，不占棚下老人区，也不参与统一收购安排。凭啥？你刚才说了，以后别给你顺手，那就按你的话办。我就3袋玉米放一下咋了？你们还真要把我撵出去？没人撵你，晒粮场是村里的，你能晒，但公共的雨布、棚下位置、登记、轮值、收购协调，这些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你不承担就不能白用。这个说法公平，公平。我家粮多，我多出点；二顺家粮少，可以少出点，但不能不出。那我3袋粮到底出多少？大河哥，这该村里定，不该我一个人定。那就当中定，粮少的少担，粮多的多担，写在黑板上，谁也别以后说不清。按粮量分档，10袋以下算小户，每轮只值半班或者出小户物料费；30袋以上多轮一次，老人户、困难户减免。村里公示。这个行。那我家25袋，正常轮。你家3袋，按小户算，你是轮半班还是交小户物料费？自己选。我家多，我多轮一次。我家也多，我轮2次。半班也麻烦。你要嫌半班麻烦，可以自己把粮拉回家晒。二顺哥，你家3袋，给你排小户半班，下午4点到5点看棚区，行不行？那行吧。现在11点15，离阵雨可能还有不到3个小时。登记牌继续挂，轮值瓢继续排。秋生，你负责黑板；桂兰，你带人扎号；老周，你带人搬竹竿；满风叔，你看粮温。麦香，我教你们排，活儿你们自己做。好，今天大家自己做。都别看着了，2点钟雨就来，再磨蹭，谁家的粮都不等人。桂兰，你这嗓门倒是能顶半个麦香。我可顶不了，顶得了我昨天就不丢人了。麦香，这钥匙还是你先拿着吧，等这阵雨过去。大河，别给他了。麦香，今天这章算翻过去了，只是翻开了第1页。我知道，以后还得靠规矩，还有靠大家。你还生村里的气吗？大河哥，3年的委屈不是一场雨、一场会、几句道歉就能全没的。但今天我看见大家在学，我心里就没那么堵了。麦香，以前是我们想的太简单了，以后村里不会什么事儿都让你一个人扛。这话最好不要只是说说而已，而是要写到账本里，做到晒场上。行，我记着。麦香，你帮我看看，这把不是让你替我干，我就是让你帮忙指导一下。比昨晚好多了，今晚再摊1页，明天太阳好就能稳住。那就好。麦香，昨天我那句话说的真不好，我说没人逼你，是你自己愿意，伤人。桂兰嫂，伤人的话有些说出来容易，收回去难。是我以前总觉得咱乡里乡亲的不用算的那么清，不算清的是账，亏的是心。我没啥文化，说的不一定对。说的挺对。以后西区我先守，等我学会了，我也教别人。好。还有，明天我去镇上买2把竹耙，算我补接互助小赌的。不用你一个人补，该走公共账的走公共。我不是补账，是补个愧疚。那也记账。行，记账。行，记账。桂兰婶捐竹耙2把，明天计入公共物料。你耳朵咋这么尖？我是登记员。这场雨下的不算坏。咋不坏？把规矩下出来了。清河村的问题不会一天解决，以后还会有人把规矩忘在脑后。可从今天开始，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善良不是没有边界，热心不是没有价格，规矩要明。一个村子的丰收，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委屈来换。